言儿，你敢打长辈？打的就是你，在这哭天抢地给谁看呢？想死自己滚远点，别乱我楚家军心。处事一门，即刻流放昆仑。限期3月，需采摘绝顶雪莲100朵上供，少1朵满门抄斩。楚大人，昔日您在京城可是高高在上的兵部尚书，如今到了这神山脚下，就好生享用吧。这半袋发霉的糙米，省着点儿，够你们全家喝上3天溪水。3个月后，本官要么来取雪莲，要么来给你们收尸。天要亡我楚家呀！100朵，这昆仑绝壁高达万丈，光滑如镜，别说咱们，就是武林宗师也休想爬上去，没活路了。横竖是个死，不如全家从这冰崖上跳下去，也比斗恶灵吃痛快。言儿，你敢打长辈？打的就是你，在这哭天抢地给谁看呢？想死自己滚远点，别乱我楚家军心。言儿，你疯魔了不成？怎么跟你二叔说话的？这等十死无生的绝境，除了寻死还能如何？绝境，老头子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儿子这具身体里装的是一个多疯狂的工业灵魂。十死无生，绝境！爹，二叔，把眼睛睁大点儿！这他娘的哪里是流放死地？这明明是老天爷赏咱们的无主特级矿区！疯了，言儿被冻傻了。什么矿出？看清楚，那崖壁上大片红褐色的石头是极品露天赤铁矿，踩在你们脚下这黑不溜秋带着油光的土是上好的露天煤矿。再听听这落差千丈的雪山融水冲刷声，这是最完美的天然水利驱动源，不用交房租，没有同行竞争。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爽的开局吗？这些死物能当饭吃吗？能长出翅膀飞上绝壁去摘雪莲吗？爬绝壁，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，只有底层的苦力才会靠肉体爬山。咱们楚家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是权贵，是制定规则的人。不爬，那咱们怎么上天去？造电梯。啥梯？用钢铁打穿这万丈坚冰，用机械踏平这武林神山。3个月后，我不光要包揽这绝顶的所有雪莲，我还要让每一片的雪花都印上咱们楚家的收费印章。武林高手想上山寻宝悟道，可以，全都得给我老老实实排队买票。出名，哥，我在。把全家能喘气的男人都给我叫起来，别他娘的嚎丧了！从今天起，楚门重工在昆仑神山正式挂牌营业。言儿，你莫不是真被风雪吹坏了脑子？你自幼连重物都没提过，哪里懂得挖矿打铁，还妄言造什么上天的梯子？是啊，言儿，爹知道你心里苦，可咱们手无寸铁，拿头去挖这净土啊！爹，二叔，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我这不是奇技奇巧，这叫工业统筹学。啥叫工业统什么学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所有看似没用的东西组合成能改变规矩的力量。比如改变规矩，在这昆仑山脚下，老子的刀就是规矩。哟呵，新来的流放犯，男的全部宰了喂狼，女的和口粮留下，给兄弟们暖被窝。完了，这是昆仑山的活阎王啊！好汉饶命，口粮全给你们，求好汉留我儿一命。去你娘的！兄弟们，动手！先剁了那个战争装清高的小白脸！哥，快跑啊！要怪就怪你没上过9年义务教育。今天，本东家给你们免费上一堂硬核的化学基础课。拿个破杵管子砸人，京城大少爷吓尿了，没力气。啥玩意儿？我的眼睛！天雷，这是天雷呀！妖法，他会妖法！老大救命！祖宗显灵，言儿是雷神转世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这叫爆炸冲击波与化学灼伤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现在再配10个罐子，把你们这300号人全炸成肉泥，就地掩埋给陈山施肥。大爷饶命！活祖宗饶命啊！山寨里还有半个月存粮，全孝敬给仙人，求仙人收了神通吧。别叫仙人，我这个人最讲究可持续发展。至于第2条路嘛，我看你们个个身强力壮，当土匪朝不保夕，简直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。
劳动力，打劫是夕阳产业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这300号人全被我楚门重工正式收编，你们不再是流寇，是我手下的第一批外包工程队。收编我们？可是我们只会砍人啊！我要你们去砍石头、挖矿脉，跟着本东家干，包吃包住，劳动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，救你们自己，也救天下被这座死山困住的人。只要能给兄弟们一口饱饭，别说挖矿，就是下油锅，我们300兄弟也干了。很好，合同成立，立刻带人去前面刨铁矿。今天天黑前见不到1000斤矿，晚饭所有人减半。都他娘的聋了吗？跟老子去挖矿！谁敢偷懒拖累兄弟们没饭吃，老子劈了他！言儿，这就成东家了，这就是你说的工业什么学？爹，记住，最高级的征服不是杀戮，而是利益绑定。第一批员工就位了，明天，楚氏重工的第一座高炉将在这神山点燃第一把火。再干全得冻成冰雕！言儿，让大家生堆火歇歇。这没草，指望烧石头？咱们大半夜就是活受罪！二叔，谁说石头不能烧？这石头能烧，小人生存了。记住了，楚明，生火。哥，这没用的，石头怎么？石头真他娘的着火了！这是仙法还是妖术啊？什么妖术？这叫煤。昆仑山脚的煤矿纯度极高，无烟耐烧，发热量是木柴的10倍。兄弟们，都给我靠过来取暖！暖和，东家真是神仙下凡，给我们续命啊！东家，小人有眼无珠，从今往后，您指哪我打哪儿，绝无二话。都听好了，在楚门重工，只要肯卖力气，我就保证你们有火烤，有饭吃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要你们用这火把这山里的铁给我烧化了。烧化铁？言儿，京城匠作间的大宗师，用几百个风响日夜吹，也顶多把铁烧红啊！人力有穷时，但天地之力无穷。楚明，带人挖黄泥。二叔，去把粗草合在泥里。黑沙，把铁矿石全砸成拳头大小。都聋了吗？按东家说的做，干不完活，谁也别想烤火。言儿，这大泥巴柱子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这叫土高炉，是咱们楚门重工称霸武林的第一件神器。哥，天快黑了，山谷里风越来越大，这泥柱子不会被刮倒吧？刮倒？我要的就是这风！壮亮！天发怒了，这是天火啊！言儿快退，这怪物要炸了！时辰到，开炉眼！水，铁变成水了，铁真的化成水了！神仙，我哥真的是神仙！都给我站起来！这世上没有什么神仙，这叫科技，这叫工业。武林高手苦修40年，练的什么内功剑气，在我这一炉钢水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是。钢铁才是粉碎一切恐惧的终极力量。今天咱们练出了第一炉钢，明天这神山上的悬崖峭壁就将铺满咱们的金刚捣鬼。记住这个名字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叫流放犯，我们是楚门重工。楚门重工！都给老子用力！东家说了，这钢索是要挂上9天的，谁打出气泡，老子直接把他扔进高炉当煤烧。言儿，歇歇吧，爹这辈子在朝堂上呼风唤雨，却从没觉得像现在这般踏实过。爹，踏实是因为劳动创造了食物，朝堂的尔虞我诈是虚的，但这手里的钢铁是实打实能改变世界的力量。哥，黑沙他们缴出了8000张金刚锁，10组巨型滑轮也交出完毕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往那冰崖上钉轨道了？万事俱备，想挂电梯，得先有一条笔直平整的垂直导轨。今天咱们给这昆仑山做个微创手术。乌烟瘴气，有辱斯文。本少侠还以为起了妖火，原来是你们这群粗鄙凡人在污染我神山的清气。哪儿来的小白脸，敢在楚门重工工地大呼小叫，找死是不是？无知莽汉，我们乃昆仑剑派内门弟子，今日特地历练踢云纵、登钉摘雪莲。你们这群蝼蚁玩泥巴打铁，
惊扰了我们修行，该当何罪？妍儿，千万别惹他们，随便一道剑气就能劈碎石头，咱们肉体凡胎惹不起。原来是少侠，幸会。在下楚言，楚门重工执行总裁。三位这是打算靠这2条腿爬上去？我辈修士内练一口气，这万丈绝壁正是涉炼场。哼，岂是你们这群只懂外物的凡夫俗子能理解的？有志气，非常原生态。不过，作为本地唯一的交通承包商，我得提醒一句，到了3000丈以上，空气坏补，你们那点内力未必扛得住。大言不惭，一个连丹田都没有的废人也敢妄议武道！哼！师兄，别跟剑明废话，咱们上山。这是何物？紧急救援信标！如果在半山腰冻得手脚发麻，挂在崖壁上下不来，大喊3声楚门主公救命！一炷香内，我保证把你们接运下来。你接我们，就凭这些破铜烂铁？哼！滑天下之大稽，商业服务，单次救援费10两黄金，没现钱可以用宝剑或心法抵押，支持分期，9出3回。若不是门规森严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师弟师妹，走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凌空踏虚。黑沙，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东家，120个3号特种开山炸药全在这儿了。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轻功再好一炮放倒。今天教教这帮武林正派什么是真正的大地之怒！楚门重工全体注意，一期工程垂直导轨地基平整作业开始，爆破组上悬崖，给我炸平那条冰冷凸起！点火引上冰壁，炸！师兄，下面怎么这么多烟？别分心，定是障眼法，守住心神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地龙翻身了！不！上面的少侠，风大别闪了舌头，看到了吗？这不叫奇技巧技，这叫击剑狂魔。黑沙，带上打桩队，给老子往切面上打入第一批金刚膨胀螺丝。天黑前，第一节30丈长的导轨必须给我焊死在昆仑山上。遵东家令，楚门重工，战无不胜。师兄，我的护体真气被震散了，树干好滑，我快抓不住了。撑住，这群妖人用了雷火法器，等恢复真气爬上去，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白少侠此言差矣，我没动手也没动脚，是你们非要在爆破施工区凌空踏虚，无视工地安全警示，全责在你们。废话少说，外面风大，上车吧。师兄，我撑不住了。今日之辱，我昆仑剑帮记下了。我们走。走，可以。麻烦先去财务部结账，3个人高空紧急救援作业费30两黄金，承蒙惠顾。30两黄金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们修道之人视金钱如粪土，身上怎么可能带黄白之物？没钱，没钱，你们装什么大爷？黑沙，东家要活劈了这几个吃霸王餐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师尊可是昆仑掌门凌傲天。别张口闭口打打杀杀，那是野蛮人。我们楚门志工有企业文化，讲究劳动抵债，等价交换。没钱那就签劳务合同吧。什么合同？那是多级齿轮减速动力箱，外置驱动轮。简单来说，需要人在里面跑，拉动崖壁上的钢索。你们不是吹嘘内力深厚，生生不息吗？正好，这动力轮缺的就是你们这种高端能源。30两黄金，折合工时，你们在里面跑1个月，债务2清。你让我们像仓鼠一样在笼子里跑步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在这昆仑山脚，不劳而获才是最大的耻辱。我这300个兄弟，哪个不是流血的汉子？他们靠双手砸石头、炼钢铁，凭什么你们这些所谓的高手就高人一等？修道，修的是造福天下，还是你们高高在上的虚荣？今天本东家教你们一个道理，只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内力才是好内力。签了字，滚去发电。不签，黑沙立刻把他们绑在钻头前当人肉断排。1号动力组就位，楚明检查金刚主控绞盘，二叔挂在1号窖藏底盘。妍儿，挂好了，这玩意儿少说万斤重，真能拉上去吗？白少侠，
展现昆仑剑派底蕴的时候到了，给我跑起来！升起来了，人力竟然能拔动万斤巨铁，言儿，这是改天换地的伟业呀！爹，这只是底盘测试，1个月后我要把一个密封加压、铺着羊毛地毯、放着暖炉的豪华包厢直接送上昆仑绝顶。昆仑剑派，武林盟主，等我的电梯修好，这山上的规矩得由我来定。哥，外装甲全毛死了，里面铺了3层极品雪狼皮，正中间装了无烟煤暖炉。言儿，这铁笼子固若金汤，可封得这么死，人在里面不憋坏了？武林高手攀登神山，讲究的可是呼吸吐纳天地灵气呀！爹，那些武林高手攀登昆仑，为什么10个去9个死？那还用问？深山上有天罡寒气，内力不纯，自然扛不住，都将摔死呗。错，大错特错！高山反应，一是低温失温，二是海拔升高导致气压降低，严重缺氧。什么天罡寒气，全他娘的是吃没文化的亏！武林高手再能打，肺叶子也是肉长的，到了6000丈以上，空气灰薄的连火都点不着，还在那呼吸吐纳，那是催命。但我设计的这个叫全天候加压恒温豪华头等舱，配合化学制氧剂和暖炉，哪怕外面是零下50度的死亡禁区，坐在这里面，你也能脱了衣服吃火锅。东家威武，什么武林绝学，在咱们的头等舱面前就是个屁！什么时候是车？何方妖孽，敢在我昆仑剑派脚下施展妖法，囚禁我门中精英弟子！完了，大了小的来老的，这是昆仑剑派执法长老霆锋，一剑能劈开山头啊！大长老，救命啊！这群魔鬼不仅用妖雷炸山，还逼我们签卖身契，让我们在这跑步拉磨。大长老替我们做主啊！好一个狂妄的逆贼！今日老夫若不将你们这群蝼蚁斩尽杀绝，我昆仑剑派颜面何存？兄弟们，东家给了咱们活路，谁敢动东家，咱们就跟他们拼了！大不了炸平山谷一起死！唉，我以为名门正派能有点商业格局，没想到全是一群只会好勇斗狠的肌肉棍子。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，受死！慢着，老头，天天在山上吸灵气，脑子吸坏了吗？看看我身后这个轿厢，再看看这直通山顶的搞鬼，不想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？哼，不过是些铁皮疙瘩，在老夫剑气面前一触即碎。一触即碎？你修炼一甲子轻功绝顶，可你敢不敢说你能一口气不歇飞上万丈绝顶？敢不敢说你在山顶罡风中能待上一炷香被冻成冰棍？神山之巅乃天地伟力交汇，非人力能久留。哼，老夫懂得敬畏天道。狗屁的天道！你们把无能粉饰成敬畏，为了摘一朵雪莲死多少人？这叫修仙，这叫蠢！今天本东家让你们见识什么是人定胜天。只要坐进这头等舱，就算是我二叔这种废物，也能在一盏茶内喝着热茶直达绝顶，去批发你们的极品雪莲。言儿，你吹牛别拿二叔做反面教材啊！一盏茶直达绝顶，荒谬！黄口小儿竟敢用这等弥天大谎戏弄老夫！见真奇，将他们劈成碎片！慢！既然觉得我吹牛，不如打个赌，就赌你昆仑派的100年尊严和我这铁匣子谁更硬，谁更快。你想怎么赌？到5000丈的半山腰听雪台，你派轻功最好的人和我这轿厢同时出发，你赢了，我项上人头奉上，这基地的铁矿煤炭全归你。我赢了，你们以后在山上得遵守楚门重工的安全生产条例。你这50个精锐全给我签终身劳务合同，脱了白衣服去2号高炉打铁。老夫纵横江湖60载，第一次见这么急着送死的凡人。我答应你，无赢必胜。楚明，关门，挂绞盘。1号仓鼠，哦不，1号动力组，白少侠别停下，给咱们的楚门号注入灵魂内力。老头提醒一句，咱们这头等舱速度有点快，让你的人爬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被旧箱刮出的罡风卷下悬崖了。燕归巢，切！无影的轻功已得老夫真传，
一口真气直上3000丈，如履平地。那铁皮疙瘩也响。1号动力组，离合器咬合，升空。这不可能！这铁疙瘩怎么越来越快？武林高手爆发力确实强，但你们不懂什么叫机械势能累加。奇迹预兆，就要猖狂！好险，罡风提前爆发了，必须贴紧崖壁。操，失算了，极端低温超出了若瓦油的冰点，齿轮卡死了。哈哈哈哈！苍天有眼，楚言，你这妖法终究敌不过天地之威。既然你上不去，我就送你下地狱。断！什么怪物材质，斩不断？那我就破坏你的轮子。想玩阴的，老子搞重工的，最不怕的就是硬碰硬。楚门号，给老子拍！这个铁疙瘩怎么发烫了？啊！我的脸！搞定，这就是物理飘沙。为什么天罡寒气都冻不住你的妖法？第一，那叫蒸汽融冰系统；第二，你输了。阻力，大自然的天罡寒气算什么阻力？刚才那一波风压，反而让我测出了这高空风力的动能有多恐怖。我不仅赢了50个终身劳工，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。等我在这儿建起超级风力发电机，连底下那几个跑轮子的仓鼠都不需要了。昆仑山的神风将是我楚门重工永不枯竭的源泉。霆锋老二，准备好50套工作服，愿赌服输。今天开始，昆仑剑派执法房正式改组为楚门重工第1冶炼分厂。妖术！老夫纵横江湖一甲子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暗器。你竟敢毁了我昆仑派的天才！大长老，输了就撒泼打滚。签对赌协议的时候，你可是笑得很大声啊！敢用肉身硬抗工业结晶，没死已经是老天爷慈悲了。白纸黑字，50名精英的终生劳务合同。我楚门重工不养闲人，让你的人脱下那身白衣服，跟我下山进场。庶子敢尔！老夫今日就算拼了老命，也要将你斩于剑下！想赖账，杀人灭口。大长老，看清楚了，这叫高压无烟煤锅炉，现在里面的压力到了临界点，只要我轻轻一脚，轰，方圆100丈，管你什么钛氢钢气，都会被上千度的高温瞬间酷化。我烂命一条，换你们一尊大长老50名核心精英，外加这金血台直接崩塌，稳赚不赔！动手啊！罢了，我昆仑剑才愿赌服输，放下剑吧。哟，这不是天上飞的仙人吗？到了这儿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谁敢当刺头，直接扔去挖煤！莽夫，若不是被诡计逼迫，我一剑便能刺穿你的咽喉。都给我闭嘴！把他们带去2号工棚，精加工车间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你们不是觉得我在用什么仙家法宝吗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那个碾压你们轻功的电梯，上面的每一个齿轮，都是这群你们看不起的蝼蚁用双脚踩着砂轮，用血和汗日夜不停磨出来的。他们不懂武功，但他们用肉体凡胎，砸出了征服昆仑的力量。他们流下的每一滴汗，都比你们在悬崖上摆的破糟式伟大1万倍。老夫承认，此等毅力令人敬佩，但你赢了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你的人打铁。唉，本来挺感动的，
但现实很骨感，纯手工打磨精度太差了，齿轮咬合间隙太大，刚才在天上差点卡子。想把电梯修到9000丈，我需要最高精度的零件，而你们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最完美的全自动人形数库图虫。人形什么床？你们的太乙分光剑，号称剑气如丝，能将落叶均匀切成10等份，对吧？那是自然，我们剑法微操天下第一，分金断玉，太棒了！我要的就是微操，过来，用剑气顺着白线把多余的钢材削掉。这对你来说应该像切豆腐一样简单吧？荒谬！我派杀伐剑道是为了斩妖除魔的，你竟让我们用绝世剑气切铁疙瘩，这是对武道最大的侮辱！斩妖除魔，深山老林哪来的妖魔？你们对社会创造过一丁点 GDP 吗？今天我给你们机会将武术转化为生产力，切得好就是工业革命先驱。不切，黑鲨，今天中午食堂的红烧肉没他们份儿，全部饿着。切就切，我今日就让你这奸商看看什么叫昆仑剑气。完美，鬼差绝对不超过0.1毫米，这就是人形铁床的奇迹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京津宫车间的首席切削工程师，每人每天定额100个高精齿轮，200个传动轴承，内力耗尽就打坐，恢复了继续切。完不成指标，取消红烧肉，留下来加班。列祖列宗啊！我昆仑剑派的威名毁于一旦啊！大长老别哭了，你罡气最深厚，那个最粗的祖传如斗螺纹交给你刻，螺距要均匀，刻歪了扣本月绩效。爸，哥，不好了！山脚30天外发现大批兵马，打着黄龙大旗，是朝廷的钦差，带了3000全副武装的御林军。说是来收雪莲，收不到，就要当场将咱们满门抄斩！完了，这是天要绝我楚家呀！我就说这是造反！妍儿，赶紧开门投降吧，说不定皇上还能留具全尸。楚言，你算不到朝廷兵马会来得这么快吧？你这妖窟，今日注定要在铁蹄下化为齑粉，这就是逆天而行的下场。谁让你们停工的？我还下班了吗？哥，可是外面有3000大军要杀咱们啊！3000大军怎么了？天塌下来，有我楚门重工的城中柱顶着。就算是阎王爷今天带小鬼来收命，你们也得给老子把今天的齿轮指标切完再死。今天确勤半个时辰，全勤奖全扣。不把手里的活干完，不用御林军动手，我先饿你们3天。你死到临头，还在算计全勤奖？霆锋老二，你觉得朝廷能救你？做梦！你现在是楚门重工的固动资产，没有我的签字，天王老子也带不走你。给老子继续刻螺纹。黑鲨，带上保安队，披上咱们的特种护具，跟我上寨墙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来查封我楚门重工的铲子。这楚家不是来等死的吗？这等宏伟的贞观，还有那刺鼻的黑烟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公公，这城墙坚固异常，要不要末将先派人喊话？喊什么话？一群流放的逆贼还能翻了天？传咱家将令，立刻攻城！男的就地正法，女的抓回教坊司，财宝全归。张公公，远来是客，怎么连门都不敲就想着抢劫啊？楚言，你竟然没死！大胆逆贼，见到本钦差还不开门下跪受死！死？我这工厂日进斗金，活得可太滋润了。张公公，我知道你是来要雪莲的，东西我备好了，极品天山雪莲100朵，1多不少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万丈绝壁，你如何上得去？哼！既然备好了，还不速速献上！来人，冲进去把雪莲抢出来，将这逆贼乱箭射死！妍儿，他们真动手了，咱们没有弓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本来想着和气生财，既然你们非要直接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1号防御阵列，开启高压蒸汽洗车房模式。黑鲨，开阀门！遵命，请官爷们洗个热水澡。好烫，烫死我了！
妖术，又是这等妖术！弓箭手，快放箭，射死那个妖人！ 2号阵列，挡雨板。妖人，我不信你们的水能一直喷！后军变前军，推工程车把城门撞开！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给你们上点重口味的。3号阵列，环保排扎系统启动。楚言，你竟敢屠戮皇家御林军，这是谋逆诛九族的大罪！皇上定会发兵10万，将你这妖窟夷为平地！谋逆，张公公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大人，时代变了，10万大军，你让他派来试试。在我的大炮造出来之前，这城墙就是你们永远越不过去的天堑。不过，我是个生意人，你今天带来的3000精壮劳动力，我看着很喜欢。我不杀你们，你们丢下的刀剑兵器，就当是交的参观门票了。现在，我正式邀请张公公进我楚门重工一叙。你不是要雪莲吗？我亲自带你坐一趟天际电梯，让你看看什么是比皇权还要伟大的力量。你若是敢上来，咱们以后就有一笔垄断全天下的大买卖可以谈。若是连这胆子都没有，就带着残兵败将滚回京城，告诉皇帝，这昆仑山以后姓楚了。张公公，欢迎莅临楚门重工1期产业园，第一次来别拘束，带你参观下核心技术车间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昆仑剑派的霆锋大长老吗？10年前皇上祭天大典你还上座呢，怎么在这切铁柱子啊？你这阉人，瞎嚷嚷什么？老夫快完工的高精主轴全毁了，老夫这个月的全勤奖和红烧肉都没了，赔老夫的绩效。这还是清高孤傲的剑道宗师吗？满嘴嘴绩效全勤。大长老，车间内大声喧哗，违反安全生产条例，扣5两银子。别看了，他们现在是我的高级数控技巢，按件计酬的。走，带你看终端产品。张公公，请上车吧。上哪儿去？咱家可是钦差，你莫不是想把咱家关进铁笼子，扔下悬崖？我要杀你！刚才在城门外你就被煮熟了，想拿雪莲交差保命，就给我老实坐好。救命啊！飞起来了，咱家飞起来了！皇上救命啊！别嚎了，睁开狗眼看看，你死了没？这铁匣子里居然生着暖炉，外面的天罡寒气一丝都透不进来。这就是工业的力量。这万丈神山在我的机器面前，不过是后花园的假山罢了。万丈绝顶到了，披上狼皮大衣，跟我出来验货。东家，上午第3批雪莲收割完毕，一共800朵，品相全是1等1的极品。800朵，这极品雪莲100年难遇，你们当萝卜在拔？100年难遇，那是以前他们靠腿爬，哪有功夫仔细找？皇上不是要100朵吗？我仓库里存了3000多朵，要不要全打包带走？楚东家，您到底想要什么？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。你觉得，如果我楚门重工想造反，那3000御亲军能挡我几天？挡不住1天。楚东家神威盖世，我不仅不造反，还要做大圣最大的皇商。雪莲我按月上供，保证皇帝长生不老。我还向朝廷出售极品高炉钢刀剑，削铁如泥。当真？那皇上定会下旨赦免楚家死罪？我不需要赦免，我要的是交易。第一，承认昆仑神山方圆500里为楚门重工永久私人自治商业区，朝廷赋税律法一概不准入内。第二，朝廷每个月无偿提供生铁原矿10万斤，优质木材5万方，调配200名熟练工匠给我打下手。10万斤铁，这可是国之重器，皇上怎会答应这等丧权辱国的呢？不答应，那我明天就把这3000朵雪莲碾成泥，一把火全烧了。然后我日夜打造兵器，免费发给全天下的流寇反贼。你猜大钱
江山坐不坐得稳？东家息怒，奴才一定把话带到。只要有血莲吊命，些许使帖，工匠不在话下。这就对了嘛，合作共赢才是主旋律。不过嘛，你带来的那3000御林军，我看个个会身强力壮，很适合干体力活。你连御林军都不放过？什么叫不放过？这叫物流资源整合。以后朝廷每个月送10万斤铁矿，难不成让我的人去拉？这3000御林军从今天起包取军籍，改名皇家物流镖局，专门负责京城到昆仑的运输，吃喝拉撒，朝廷报销。奴才谨遵法旨。这3000御林军以后就是您的物流标示了。很好，楚明，给张公公装200多雪莲，再送他把切废了的瑕疵品钢刀，拿回京城给皇帝老儿开开眼界。咱们楚门重工的宏图霸业，今天正式起航。狗日的，老子在京城吃香喝辣，到了这昆仑山竟被当牲口使唤。10万斤铁矿石，头儿，省点力气吧。听说皇上下了死命令，以后每个月都得送。咱们这辈子算是交代在这什么物流行业了。一群粗鄙武夫，那楚言不过是个流放的黄口小儿，能懂什么营造之法？哼，皇上竟把咱们这群国宝匠人送到苦寒之地给他打下手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这是人力能建出来的城池吗？半个月没来，怎么变得更吓人了？一区物流队的，动作快点！铁矿石卸到2号高炉预热区，木材拉去干燥窖，验收不合格的，扣本月穿力费。楚东家，楚祖宗，矿石拉到了，1两不少，兄弟们快累死了，给口水喝吧！哭什么？去食堂，今天大白馒头和猪肉白菜炖粉条，管够！粗鄙，毫无礼数！哼！你就是楚言，老夫乃工部首席大将，皇上派老夫来指导你炼铁。你的炼铁炉在何处？哼，让老夫看看你这草台班子的成色。指导我，行啊。黑沙，带鲁大师去参观下初级冶炼1场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几百个大汉拉风油，卢文怎么可能把生铁化成水？这火候，这纯度，老夫见所未见呐！鲁大师，时代进步了，这叫文威力风口自然鼓风技术。我这一个炉子1天的产量，顶你们工部所有人抡1年锤子。产量高有何用？炼出铁水，最终还是要靠人力一锤一锤锻打成型。10万斤铁矿石，难道你要靠这几百号人打10年吧？就是，没有我们工部匠人的千锤百炼，铁水凝固后就是废铁。你这工厂终究离不开我们手艺人。千锤百炼，人力锻打。鲁大师，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辈子只是铁匠？因为你们的思维永远被困在肉体的极限里。楚明，把核心机密机房大门打开，给这群京城的专家开开眼界。这是个什么怪物？既不是水车，也不是风车，难道是用来祭祀的铁牛？这不是铁牛，这是我楚门重工2期科技术的结晶——楚1型单钢蒸汽机与蒸汽断锤组。点火，加水，升压，给老子动起来！这是什么神仙伟力？一锤数千斤，不知疲倦。老夫引以为傲的手艺，在这怪物面前，竟然如婴儿般可笑。鲁大师，这不是神力，这叫热力学第1定律。你们做工匠的，不该把一辈子耗在抡锤子这种苦力活上。人的肉体是用来思考的，沉重的体力劳动应该交给钢铁和蒸汽。这只是第1台蒸汽锤，接下来工部的200匠人全部跟我学看图纸。我要把这蒸汽机装上4个轮子，我要用你们运来的铁，在昆仑山到京城之间铺上钢铁轨道。我要造火车，让我的楚门重工用钢铁的履带将这个王朝彻底绑在我的战车上。